血糖高还吃香蕉，医生警告这4种水果少吃。5招稳血糖吃法，一次教会中老年控糖必看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平时不吃甜点，不喝饮料，但就是喜欢每天吃点水果，早上1根香蕉，下午几片西瓜，晚上几颗葡萄，想着都是天然的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可等到体检一查，空腹血糖已经悄悄飙到了7亿以上，甚至餐后血糖高到让医生都皱起眉头。不少人这时候都会说，我又没吃蛋糕、炸鸡，只是吃水果而已，怎么血糖还升了？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像我认识的一位68岁陈叔叔，退休后开始重视健康，天天吃水果。他说，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每天吃水果养生，哪会有问题？结果有一天突然头晕送医，血糖高达16，直接进了病房。医生一查，发现他每天早上空腹吃香蕉，下午吃西瓜解渴，晚上还用葡萄当点心。这些水果看似天然，其实都是升糖速度极快的甜蜜陷阱。他完全没想到，原来吃水果也会吃出问题来。其实问题就出在很多人只关注这个东西甜不甜，却忽略了一个关键指标，升糖指数 GI。GI 值高的水果吃进身体后会迅速转化为血糖，对胰岛素系统是一种冲击，长期下来不但容易引发血糖波动，还可能让胰腺过度疲劳，引发糖尿病或加重并发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水果到底能不能吃？血糖高的人是不是就要和水果说再见？别急，其实答案没那么极端。水果本身是好东西，关键是怎么吃，吃多少，什么时候吃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哪4种水果最容易让血糖踩雷。如果您或家人血糖偏高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前面我们提到，有些水果看起来营养丰富，天然健康，但对于血糖偏高的人来说，却像踩在地雷上，一不小心就让血糖瞬间飙升。那到底是哪4种水果最容易让人掉进血糖陷阱？第一种，香蕉，甜蜜的误解。香蕉在很多人心中是润肠通便不假的好选择，早上吃1根，轻松又方便，特别是老人家有时候不想吃早餐，就靠1根香蕉撑过去。但您知道吗？熟透的香蕉升糖指数高达60到70，相当于吃了1碗白米饭。而且香蕉的糖分吸收特别快，1根香蕉下肚，不到半小时，血糖就开始飙升。特别是熟软、表皮带黑斑的香蕉，其中的淀粉已经完全转化成葡萄糖和果糖，对血糖控制不稳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们有一位患者老王，今年72岁，每天早上空腹吃1根香蕉配牛奶，持续了3个月。本来血糖控制的不错的他，最近却出现了头晕、乏力的症状。一查才发现，空腹血糖已经冲破了9，连医生都说这根香蕉真不能天天吃。第二种，西瓜，夏天的清凉杀手。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是什么？非西瓜莫属了。很多人觉得西瓜水分多，热量低，吃起来像喝水，根本不担心血糖。但其实西瓜的升糖指数高达72，而且含糖量不低。关键是它太容易吃多了，一口接一口，几片下肚就是300到500克，等于吃下20克以上的糖。对血糖控制来说，这是极大的负担。而且西瓜属于寒凉食物，吃多了还容易伤脾胃，影响胰岛素分泌功能。有一位65岁的林阿姨，夏天特别爱吃西瓜。她说，天气热嘛，吃点凉的水果降火。结果连续几天中午饭后吃西瓜，餐后血糖居然飙到了15以上。医生看了血糖记录后直摇头，西瓜要限量吃。第三种，葡萄，甜在口里，苦在血糖里。葡萄被很多人称为补血水果，尤其是红提、飓风这些大颗粒的品种，香甜可口，但它们的糖分却是出了名的高。一小串葡萄约150克，含糖量超过24克，相当于5到6块方糖。而且葡萄中的糖为葡萄糖加果糖，进入体内后吸收极快，几乎不给身体任何反应时间。杭州某医院曾做过实验，让一组高血糖人群吃下150克红提，30分钟内血糖平均上升 2.8 毫摩尔每升，并维持在高位超过90分钟。有一位老太太告诉我们，我都不吃饼干、糖果了，就偶尔吃几颗葡萄，应该没事吧？结果她越吃血糖越高，连降糖药都压不住。医生建议，如果真的想吃葡萄，每次最多吃5颗，千万不要当做零食，边看电视边吃。第四种，菠萝，助消化，还是推血糖。不少家庭主妇喜欢买菠萝，说它开胃助消化，但其实菠萝也是一枚隐藏的血糖炸弹。
菠萝的 GI 值在65以上，属于中高等范围，其中的果糖和蔗糖含量都不低，一不小心就会摄入过量糖分。而且菠萝吃起来甜中带酸，容易让人食欲大开，再加上它清香爽口，很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。更糟的是，菠萝中的菠萝蛋白酶本来对消化有益，但如果血糖偏高，胰岛功能不稳，反而容易引起胃部不适，甚至诱发胰腺问题。一位住院糖尿病患者就因为每天吃半个菠萝养胃，结果3个月后糖化血红蛋白从6.7升到7.5，被医生紧急调整用药方案。这些水果不是坏东西，但它们对血糖脆弱的人来说，就像一把无形的刀子，甜在口里，伤在血里。那是不是说血糖高的人就不能吃水果了呢？当然不是，关键在于怎么吃，什么时候吃，吃多少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血糖高的人吃水果要注意哪5个细节。掌握这5招，让您既吃得安心，又控糖稳当。说到这里，您可能会问，既然有些水果容易升糖，那我们是不是干脆别吃了？其实完全不必这么极端。水果作为天然食物，不但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，对身体依然有不少好处。关键是吃的要对。吃水果就像开车上高速，要看路况，选对速度，控制方向。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，血糖高的人一样可以吃得安心，吃得健康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血糖偏高的人吃水果的5个黄金细节。只要注意这几点，血糖稳，身体也舒坦。细节1，控制分量，别贪嘴。水果虽好，也不能多吃。医生建议每日水果摄入量控制在100到150克以内，换算下来大概是半根中等大小的香蕉，5-6颗葡萄，几小片西瓜，一小块菠萝，一个中小型苹果或梨。千万别拿一个大碗装着水果当正餐，一不小心吃掉200-300克，血糖立马就上去了。记住一句话，水果不是主食，只能当辅助点心，多吃一口就多一分风险。细节2，选择吃水果的时间。什么时候吃水果最合适？答案是饭后1小时。很多人喜欢空腹吃水果，特别是早上起床第一口就是一根香蕉，这种吃法最容易引发血糖剧烈波动。因为空腹状态下，胃里没有任何缓冲，糖分一下子被吸收进血液，血糖升得又快又猛。而饭后1小时吃水果，这时身体的胰岛素已经在工作了，等于有一道保护墙，可以缓慢吸收糖分，大大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。细节3，优先选择低 GI 水果。并不是所有水果都会让血糖失控，升糖速度快不快，关键看升糖指数 GI 值。GI 值低于55的水果，糖释放慢，吸收温和，胰岛负担小，是高血糖人群的首选。推荐的低 GI 水果包括苹果、梨、柚子、草莓、蓝莓、樱桃。这些水果吃起来甜度适中，纤维含量也高，可以延缓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，让血糖波动更小。如果实在想吃一点香蕉、西瓜、葡萄，也建议挑选未过熟、糖分不那么高的品种，而且量一定要小，绝不能整根吃、整串吃。细节4，别榨汁，别吃蜜饯，这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。水果榨汁后，虽然看起来更方便，但实际上糖分更浓缩，纤维却被破坏了，升糖速度比直接吃还快。比如一个橙子直接吃还好，但一杯橙汁可能用了2-3个橙子，您喝一杯，等于吃了3倍糖分，血糖一下子飙得老高。还有一些蜜饯、果脯，虽然写着无添加，但在制作过程中已经糖分浓缩，不仅升糖快，还容易引起血脂异常。如果您真的想喝果汁，那就不如直接吃原始水果，让天然的膳食纤维帮您缓冲糖分。细节5，搭配蛋白质或好脂肪一起吃。单吃水果容易升糖快，但如果能搭配些慢释放的食物，就能起到很好的刹车作用。例如吃苹果时搭配几颗坚果，吃草莓时配一点无糖酸奶，吃柚子时配个煮鸡蛋。蛋白质和健康脂肪能延缓胃排空，让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变慢，血糖曲线也就更平稳。这种组合吃法比单吃水果更聪明，也更安全。总结来说，不是水果不能吃，而是吃之前你要多留一个心眼，挑对时间，控好量，搭配吃，吃得聪明，血糖自然稳。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很多人没意识到的问题，水果当正餐其实是血糖控制最大陷阱。不少人就是因为这个误区，明明吃得健康，血糖却越来越失控。我们刚刚讲完了吃水果的5个关键细节，
这时候不少人心里可能又开始琢磨，那我干脆不吃饭，就吃水果，是不是更轻盈健康？听起来好像是个不错的办法，尤其是对那些想减肥、怕血糖高的人来说。早上来根香蕉，中午吃点西瓜，晚上一杯果汁，再加几颗葡萄，既不油腻，又没有米饭馒头，糖分还来自天然水果，听着是不是特别健康？但真相是，这种水果替餐法才是血糖控制最大的陷阱。我接诊过不少病人，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，为了控制体重、控制血糖，天天用水果代替早餐或晚餐，结果几个月后，不但血糖升高，还出现了头晕、疲劳、月经紊乱等一系列问题。像一位才60出头的王阿姨，身材苗条，生活习惯也很好，没有吃油炸，没有吃甜点，她每天早上空腹只吃一根香蕉配橙汁，觉得自己很养生。结果3个月后回医院复查，空腹血糖8.7，餐后血糖飙到13，医生直接下了糖尿病前期的诊断。她当场就懵了，我不是吃得很清淡吗？为什么还是血糖高？问题就在于水果还有大量单糖和果糖，虽然是天然的，但这些糖分进入身体后，几乎不需要复杂代谢过程，直接就被吸收了。而且如果是榨汁喝，糖浓度会更高，纤维素却流失了，升糖速度比吃米饭还快。更重要的是，水果中缺乏蛋白质与脂肪，当您只吃水果而不吃正餐时，身体无法得到全面营养，血糖升得快，饱腹感却不持久，还容易引发营养不良、胰岛素抵抗，甚至低血糖反弹。很多人还觉得水果热量低，但您知道吗？一杯果汁的热量往往比一碗白粥还高，而血糖冲击也更大。我们再强调一次，水果永远不能取代正餐，吃水果只是补充，而不是主食的替代。想要血糖稳、身体好，必须让膳食结构均衡，适量的碳水化合物，足够的蛋白质，一定比例的脂肪，加上新鲜蔬菜，才是稳糖的正道。用水果代餐看似清淡健康，其实是在慢慢耗损您的代谢系统，就像一个电瓶车，天天跑高速但从不充电，哪天突然熄火，就是身体的报警信号。说到这里，您是不是也在想，我是不是也曾经用水果代替过一餐？如果是，现在开始纠正还不晚。吃水果要讲究方法，更要吃在对的位置上。该吃饭就吃饭，水果只能作为辅助，这样血糖才能真正稳定下来。那问题来了，哪些水果真的适合高血糖人群长期吃？是不是每一种 DGI 水果都适合每个人？哪些水果能帮助控制血糖，甚至提升胰岛素敏感性？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3种最适合高血糖人群的友好水果，吃得安心，血糖不升，还能养护身体。我们讲到，水果不能当正餐吃，但只要挑对了种类，控制好量，其实有些水果不但不会让血糖飙升，反而可以成为我们控制血糖的小帮手。今天就为您介绍3种对高血糖人群特别友好的水果，不光升糖慢，膳食纤维高，还有调节血脂、抗氧化、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，可以说是吃得巧，反而更健康。第一种，苹果，餐后稳定血糖的守门员。苹果是最常被医生推荐的水果之一，它的升糖指数在38到44之间，属于 DGI 食物，也就是说，吃了之后血糖上升比较缓慢，不会像香蕉、西瓜那样让血糖蹭蹭往上跳。更关键的是，苹果中富含一种叫果胶的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它可以在肠道中形成胶状物，减缓糖分和胆固醇的吸收速度，起到缓冲作用，让血糖变化更加平稳。而且苹果中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还能帮助提升胰岛素敏感性，对长期控制血糖非常有益。吃法建议每天吃半个中等大小苹果即可，最好选择脆一点、不太甜的品种，比如青苹果，搭配几颗坚果或者一片全麦吐司，是很理想的加餐组合。第二种，柚子，酸中带甜的血糖平衡器。柚子是秋冬季节的应季水果，它的特点是糖分含量低，水分多，升糖指数只有25左右，属于超低 GI 水果，非常适合高血糖人群。而且柚子富含类黄酮和维生素 C， 有助于抗氧化、抗炎症，对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有正向帮助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柚子中的某些成分还能轻微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有点像天然控糖剂，适合在餐后1小时左右少量食用。吃法建议每天吃2到3瓣柚子就足够，注意不要和降压药、降脂药同吃，例如他汀类，因为柚子会影响药效代谢，这点一定要提前与医生确认。第3种，蓝莓，小颗粒、大营养的护胰高手。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，不仅口感好，还富含花青素、多酚、纤维素、
这些成分能有效对抗体内的自由基，帮助延缓血管老化，改善胰岛素反应。蓝莓的升糖指数也很低，大约在53左右，而且因为它本身体积小，果肉紧实，不容易一次吃太多，自然能帮助控制摄入量。美国一项针对糖尿病前期患者的研究发现，每天吃30克新鲜蓝莓，连续8周之后，胰岛素敏感性明显提高，血糖曲线也更加平稳。吃法建议蓝莓可以单吃，也可以混入无糖酸奶、燕麦粥中，既美味又养生。不过要注意选择新鲜蓝莓或冷冻原粒蓝莓，避免选择蓝莓干或加糖果酱。这3种水果可以说是高血糖人群的水果搭档，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会给血糖带来太大负担。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就算是这些友好型水果，也不能一次吃太多，空腹猛吃，更不能代替正餐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从香蕉到底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出发，一路聊到哪些水果升糖快，哪些水果比较安全，还讲到了什么时候吃，怎么吃才最稳妥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，只要记住以下几件事，即使血糖偏高，也能安心享受水果的甜美。第一，水果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选对种类。升糖指数高的水果，香蕉、西瓜、葡萄、菠萝，要特别控制分量。苹果、柚子、蓝莓这些低 GI 水果可以适量吃，还能帮助稳定血糖。第二，水果绝不能取代正餐。水果里缺乏蛋白质和脂肪，单吃水果，糖吸收得快，血糖波动大，长期下来反而伤身。第三，吃水果的时间要讲究，最推荐的时间是在饭后1小时，这时候胰岛素已分泌，有保护作用，比起空腹吃安全得多。第四，分量一定要控制，每天100到150克就够，宁可吃少一点，也不要贪嘴，因为多吃一口就多1分血糖风险。第五，搭配吃法更重要，水果加蛋白质、健康脂肪，比如配坚果、无糖酸奶，就像给身体上一层缓冲垫，能大大减缓血糖上升速度。朋友们，血糖就像一面镜子，照见我们每天的饮食习惯和生活节奏，它不是一朝一夕升高的，也不会一夜之间恢复正常。我们能做的不是极端戒掉所有甜，而是用智慧去挑选，用耐心去平衡，让甜在嘴里，稳在血里，幸福在心里，健康在脚下。如果您听到这里，心里也有些共鸣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您平时最常吃的水果是什么？有没有血糖控制的小秘诀愿意分享给大家？别忘了点个关注，银铃智慧每天陪伴您，讲讲健康，聊聊养生，也和您一起慢慢变老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